影视飓风的视频帧率将在近期从我们用了8年的25帧和50帧，变成29.97和59.94帧。这听着可能只是变了一堆奇怪的数字，但是你真的很难想象，这几年我们内部还有在顾问面前发生过多少次激烈的争吵。因为我们一旦做了这个变帧率的决定，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拍的素材将会再也无法直接使用。我们以前拍的都是25，它会掉帧，几乎公司所有的数字资产都会受到影响。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改它？那我觉得答案很简单，我们的视频在今天对你对观众来说已经卡得快要不能看了。像这个画面是不是超级明显它在卡顿？但是这问题很奇怪啊，我们一直在优化我们的流程，我们的设备也比过去更好了，为什么以前没人说卡，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说了？难道换成29.97和59.94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吗？就多这么几帧？答案是我们研究之后发现还真的可以。在这个现象的背后其实有很多离谱的历史问题，说真的让人非常头大。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2个数字是我们当前最推荐国内自媒体来使用的帧率。首先，为什么我们过去会用25帧？因为这是中国广播电视的标准，就这么简单。在过去各个国家的电视帧率都会受到当地交流电频率的影响，有的国家交流电是60赫兹，比如说美国；有的国家是50赫兹，比如我们中国。因此，广播电视标准也随之分为2大派系：60赫兹的 NTSC 和50赫兹的 PAL。你在相机菜单里面通常都会看到这个奇怪的词，那现在你已经知道它的由来。那亚洲包括中国在内，南美洲、大洋洲，还有部分欧洲和非洲的国家都是用 PAL 格式，你会见的比较多。在这些地方，视频都是25帧，而在北美、日本、韩国，他们用的都是 NTSC 格式，视频是29.97帧。所以乍一看，在中国做自媒体，我们用25帧非常合理，对吧？毕竟国内电视节目都是25帧。那确实，在国内你拍25有2个大的优势。第一，25可以被50赫兹整除，所以相机每一帧曝光的周期和交流电导致的灯光频闪周期是同步的，这样不容易出现像这样的闪烁，快门调整会更加自由一些。那第二，25容易算数，比如我要拍4倍的慢动作，要拍多少帧？100帧，乘个4一下就算出来了。但在美国，29.97帧的基础帧率，你和摄影师说我要拍4倍的慢动作，那是多少帧？119.88帧，这什么玩意儿？这对本来数学就不出众的美国人来说太头疼了。但是没有办法，美国自己定的规矩，你自己得把它给吃下去。那中国的 PAL 制25帧，在电视行业其实看来是优点多多的，你选它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拍广告，给电视台供素材，也都是25帧，这好得很，没有问题。但是到了这几年的流媒体时代，事情似乎变得更加复杂了一点。几年前我们消费内容的电脑电视屏幕的刷新率还都是30和60赫兹，看的视频也都是24、25、29.97帧。但是现在大多数人的内容消费都转移到了手机和平板上，他们的屏幕刷新率迈向了90、120、144赫兹。即便你自己没有感知，但是你的眼睛还有你的大脑已经被养刁了。尤其是年轻一代，刚刚还在刷90赫兹的手机，点进去突然看到一个25帧的视频，这不觉得卡才奇怪。所以很多博主都开始选择高帧率的视频。那我们也试了，我们做过50帧的视频，似乎顺滑了不少，有一些人满意了。但是很快我们又看到有人在评论区说卡，而且还不是1、2个人，这让我们就非常困惑。理论上这不应该啊，只有10帧的差异，正常人的眼睛并不容易快速分辨出来。除非说这个手机的屏幕，它处理60帧和50帧视频的方式它不一样，它区别对待了，这有可能吗？这很奇怪。我们研究了一下，我们发现，还真是这么回事，而且这事比我们想的要大很多。这个事情你在美国是遇不到的，你在日本、韩国是遇不到的，但在使用 PAL 规格25帧标准的国家，比如我们中国，如果你的手机屏幕是 OLED 的，那在面对一些特殊的素材，尤其是横向大范围移动的视频，你大概率会遇到这种让你感到有一点不舒服的卡顿。那简而言之，广播电视行业的标准和我们大家使用最多的消费级数码产品的行业标准发生了奇怪的错位，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事。你听着可能有点难以置信，但事实如此。我们看自媒体内容最常用的手机、平板显示帧率的机制和电视和显示器是不一样的。电视在中国的确能够切换到50赫兹的频率，来正确播放25帧和50帧内容。但一台普通手机不管在哪个国家，你会发现它的刷新率都是可以被30整除的，大多数都是60赫兹。高端设备有根据播放的内容来自动适应帧率的功能，但是这个自适应帧率你会发现它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可以随意的精细调节，帧率通常需要满足120或者360的因数它才可以适配。也就是说24、30、60、120这些帧率这些档位它是有的，但是25帧和50帧它没法整除。
你会发现它没有自适应帧率，这就出问题了。最早开发这类设备制定标准的美国厂家，他们都是按照他们自己国家 NTSC 标准来设计的这些屏幕还有设备。尤其是当今手机上使用最多的 OLED 屏幕，几乎都没有针对50赫兹做硬件上的适配，而这就会导致问题。当有一个小球在丝滑弹跳的时候，视频是25帧，我们算一下，每 0.2秒会播放5帧。如果我们用这块设备没有兼容性的手机屏幕来播放25帧的视频，屏幕的刷新率是60帧，每 0.2秒它需要放12张图片，那12不是5的整数倍，这就意味着这个25帧的小球在60帧的屏幕上播放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帧被重复播放了3次，而有一些帧只被重复播放了2次。小球动画会按照3:2:3:2帧的速度来进行播放，这时候你再看这个小球的动作是不是变得时快时慢，它的运动就变卡了。那现在我们明白了原理，再回头来看一看说50帧视频卡的评论，你看我们也有答案了，因为它没法被60帧的屏幕整出，有的帧被重复播放，这太离谱了。这个问题牵连到太多大公司、国家还有行业，以至于我们都不知道该向哪里来呼吁，才能让我们这些使用PAL规格的国家获得一个正常的观看体验。我必须要强调一下，这不是中国的问题，这是一个全球的跨行业问题。手机屏幕厂商没有在真正意义上适配全球的需求，那你问什么时候能够适配50赫兹，我们也没有答案。但现在我们自己能做的就是变一变规格，来给你提供更加丝滑的内容。所以30帧和60帧的视频成了我们的选择。那细心的你肯定也注意到了，我一直说的是29.97帧和59.94帧，为什么是这么拗口而且奇怪的数字？这又是罪大恶极的美国和日本广播电视行业挖下的一个天坑，真的是天坑。在早期黑白电视时代，美国的 NTSC 标准，你看一下，确实是标准完美的30帧。然而在1953年 ，NTSC 通过了现在彩色电视的标准，它也兼容黑白电视机。但在标准确立的时候，工程师发现，这个电视彩色信号会和我们的声音信号在频率上非常接近，容易导致声音和画面之间有串扰。所以工程师说，那我们不如把帧率放慢1/1000，也就是30减掉0.03，变成了29.97帧，微微错开了画面和声音的信号，规避了信号干扰的问题。这在当时是在电气特性限制还有有线带宽之下实现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兼容性设计。但是这个工程师他绝对没有想到，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会影响后世如此久远，全球的视频创作者都要因为29.97帧半夜惊醒，汗流浃背，想想白天相机设置到底是啥。本来到了数字时代，相机厂商和电视厂商他完全不需要在乎这个早期信号干扰的问题了，对吧？我们可以抛弃29.97、59.94这个蹩脚的帧率，回到30帧和60帧。但是一个老旧技术的标准的这个惯性真的很大，大部分摄影机厂商，比如阿莱、BMD 以及 RED 公司，都开放了29.97和30帧，让你根据情况来挑选，去适配一些老的流程，这也挺好的。我们频道如果都是用这些相机，我会果断的选择30帧和60帧来进行拍摄，这是理论上最适合自媒体行业的帧率，这很好，很简单。但是很多相机厂都是日本的，而日本人他念旧啊，我说的没错，就是你索尼还有佳能，你会发现他们的微单相机菜单里只有29.97和59.94，没有30和60的选项，这太抽象了。2023年他们还没有。假如你贸然把29.97和30帧视频剪到一起，你会发现素材和音频都会发生偏移，剪不到一起还会掉帧。假如只是这样的话，那我说真的我也就算了。但是更离谱的一点是，很多索尼相机甚至国产的大疆相机，你在设置菜单里面只有30帧的选项，但等到你真的拍下来要剪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被背刺了，你录的实际上是29.97帧，厂家自己都没搞明白它到底是录什么帧率，你的素材直接就废了。这个世界上怎么可以有这么草台班子的事情？但是在影视行业真的出现了。所以简单来说，29.97、59.94、30和60帧，它们完全不是一个东西。理论上30帧和60帧和手机适配是最好的，但是因为相机厂商，尤其是日本相机厂互不兼容，导致我们最终只能放弃30和60帧，选择29.97和59.94。但细心的你也许会问，这60帧的屏幕播放这2个不能整出的帧率，它不会卡顿吗？答案是会，但是你几乎感觉不到，因为它每1000帧大约33.3秒才会重复1帧的画面。有的播放软件甚至平台会直接选择把你的视频加速1/1000和你的手机刷新率给对齐，但这对你的观看体验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当今选择改变成这个奇怪视频帧率的原因。以前拍的25帧素材，我们只能通过计算补帧或者是插帧才能来重新使用。
所以从2024年开始，我们的大多数网络视频都会是29.97帧和59.94帧，卡顿感应该会大大减弱。比如这期视频就是59.94，你看起来会不会觉得卡？你可以反馈一下。所以希望这个视频对你有些帮助，能让你和你的男女朋友分享分享这个视频为什么会卡顿。我不确定他是否爱听，但是你起码懂这个很少有人知道，但是又和所有人息息相关的知识。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也请务必点赞、V3点转发，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一起来迎接29.97和59.94吧。我们下次再见。